我一直很想知道那些能够实现自己梦想的人，那些能够成就一番伟业的人，他们的脑子是怎么想的。直到最近读了《原认知：改变大脑的顽固思维》这本书，才找到了答案。原来一个人聪不聪明，能不能成为人中龙凤，跟原认知有很大的关系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美妈很帅。这期我们来聊一聊什么是原认知，为什么富人们想把它刻进孩子的骨子里，普通父母又该如何帮孩子提高原认知能力呢？什么是原认知呢？原认知就是关于思维的思维。这么说或许大家不太明白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。有一天你心事重重地骑着单车，一边横穿马路，完全没有意识到现在是红灯，突然前面一辆车飞驰而来，你吓得脚都发软了。这时你才意识到自己在闯红灯，并开始反思刚才自己的危险行为，告诉自己以后过马路一定要专心，等绿灯亮了再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对思考过程进行再认知跟理解，就是原认知。说白了，原认知就是大脑中的大老板，密切地监测着我们的思维跟行为。就好比一台盘旋在你头顶上的无人机，一直身处高空，用宽广的视角审视着你，时刻帮你保持清醒。纵观历史，很多大人物都拥有超强的原认知能力，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。曾国藩不是天才，甚至可以说有点笨，14岁开始参加考试，考了7次才勉强考上秀才。然而资质平平的他，为什么能够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中闯出一条血路来，成为众多人眼中的圣人呢？因为他身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，就是善于反思。曾国藩从29岁开始就坚持每天写1字，哪怕晚年右眼失明了，依然坚持写，甚至去世的前一天，双手抖得像筛子一样，还在坚持写。他写1字不是为了自嗨，而是开启第三视角，对当天的所思所想所为进行一个全盘的检查与反思，以此不断的解构自我，重塑自我，帮助自己快速的成长。在刻意练习之下，曾国藩的触角越来越灵敏，视角越来越宽广，看到的世界由扁平的2维变成了立体的3维，所思所想比普通人更为深远。举个例子，普通人看到一角冰山就以为那是全部，但是像曾国藩这些拥有高维原认知的人，他知道在看不见的地方还有很多冰山，还有一望无垠的海底层。正因为曾国藩拥有这种全局视角，所以才具备多角度看问题的能力。所以每到人生的关键时刻，他都能把未知转化为知遇，最终从一个乡下的小秀才走到了权力的巅峰。原认知能力是人类的终极能力，也是帮助孩子成为人中龙凤的金钥匙。遗憾的是，很多父母都没有这种意识。当普通父母为了让孩子多掌握知识而极力鸡娃的时候，有见地的富人不遗余力地锻炼孩子的原认知能力，拓展他的眼界跟格局。因为富人们知道，当孩子牢牢掌握了主导权，才能摆脱天性跟潜意识的控制，成为自己命运的舵手。当孩子的认知层次上升到这个维度，想做什么都很容易做好。相信没有人喜欢做浮萍，水打到哪里就飘到哪里，更喜欢把一切牢牢掌握在手中的感觉。那该如何提升孩子的原认知能力呢？第一点就是制定学习计划，并不断地优化它。制定学习计划就相当于给大脑建立了一条清晰的指令，引导大脑在某个时间内专注做一件事，这让孩子能够摆脱潜意识的支配，比较好的控制好自己。而且学习计划不是做出来就一定适合孩子的，需要反复纠正优化，才能找到合适孩子的学习量跟学习方法。所以锻炼原认知的第一步就是引导孩子做学习计划，养成每天复盘的习惯。第二点就是聚焦孩子努力的过程。不少家长在表扬孩子的时候，
容易走进一个误区，就是关注结果。比如孩子有进步了，只会说你真棒，你真聪明这些话。父母应该聚焦过程，表扬孩子通过自身的力量获得这种结果的。比如孩子英语听写得了100分，你可以对他说，儿子，你太棒了，正因为你每天坚持背单词，所以全部都写出来了，1分都没有扣。这样的表扬才是有效的，因为他从你的表扬中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反馈，明白什么样的努力是有效的，并且找到下一个努力的方向。孩子也通过你的这些具体评估，主动开启第三视角，审视自己的学习方法，并不断地做出改良，慢慢地提高自己的原认知能力。第3点就是孩子犯错，与其责骂，不如分析。孩子犯错的时候，父母不要情绪化地责骂孩子，要冷静下来，问清楚原因，并提出建议，鼓励孩子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反思，或者跟孩子一起找出失败的原因。孩子的理智脑还没有发育成熟，生活经验不如我们大人那么丰富。遇到问题了，父母要引导孩子去思考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，让孩子主动开启第三视角，进行自我审视跟反思。经常这样锻炼的话，孩子的原认知就像肌肉一样，变得越来越强，也越来越容易被激活。第4点就是每天花5到10分钟复盘一天的学习。每天复盘是很多精英每天必做的功课之一。曾子一日3省吾身，曾国藩坚持写修身悟道意志，富兰克林每天反思13种情绪。他们无论多忙都会停下来反思得失，系统的梳理一天的思绪，记录一天的心得跟教训，让自己每天都能获得良好的成长。孩子每天花5到10分钟进行复盘，可以知道自己这一天学了什么，收获了什么，哪些地方需要改进，这些都要原认知深度参与进来，有助于原认知水平的提高，帮助自己快速的成长。好了，今天就先聊那么多吧，后续我还会分享更多这方面的内容。关注我，每天学一点认知学跟心理学，一起跟孩子变得更优秀吧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